当地时间12月14号，普京年度大型记者会和直播连线活动在莫斯科举行。这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普京首次召开年度大型记者会。据统计，普京在4小时4分钟内共计回答了67个问题，涵盖俄罗斯经济形势、俄乌冲突局势、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俄中关系发展等议题。卡内基柏林中心高级研究员、俄罗斯与欧亚问题专家塔基亚娜·斯塔诺瓦亚分析认为，普京在此次讲话中释放出的信息非同寻常，不仅总结了俄罗斯国内的发展现状，还表达了寻求与西方国家进行包容性对话机会等重要信号。在对俄罗斯2023年经济状况进行回顾时，普京引用多个关键经济数据，用来证明俄罗斯经济已扭转颓势。相较于2022年负2.1%的国内生产总值，他表示，预计到今年年底，俄 GDP 增速可达3.5%，这意味着已经扳回了去年秋天的下滑。此外，俄罗斯外债规模已从460亿美元降至320亿美元，既证明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又证明了金融稳定。普京还表示，俄罗斯的失业率首次降至2.9%。他称，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能源贸易，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供求方面、价格方面的优势，是美国和西方无法一下子就把它击垮的。在记者会上，普京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也引发广泛关注。有专家认为，普京对美国的表态不寻常。普京表示，我们也准备与他们发展关系，我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我们说的是彼此可以理解的语言，但他同时也指出，美国的帝国思维是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恢复俄美关系目前尚不具备基本条件。他认为，美国必须开始尊重其他国家，寻求折中办法，而非实施制裁，然后才能开始改善关系。普京还表示，与欧洲关系的正常化不取决于俄罗斯，俄罗斯没有破坏与欧洲的关系，是欧洲忽视了俄罗斯的利益。他表示，欧盟国家已严重丧失独立性，且正在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定。普京指出，莫斯科几十年来一直希望发展与乌克兰的关系，但美国在乌制造事端，使美国和欧盟破坏了自己的对俄关系。俄媒分析认为，普京的这番表态对国际社会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俄罗斯，不仅十分自信，也在提醒西方国家，现在是重新思考对俄政策的时候了。普京总统有关美国的这一番言论呢，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首先，我认为这是俄罗斯政府向美国呼吁停战的重要信号。普京的这番话呢，显然是说给美国拜登政府的反对派听的，也是俄罗斯抛出的希望和美国政府尽快的谈判橄榄枝。从巴以冲突以来，俄乌战局，俄罗斯变被动为主动，从防守转入进攻的态势。这个时候是俄罗斯呼吁和谈停战的最好的时机。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拜登此前声称俄罗斯打赢俄乌冲突后会攻击北约国家，普京12月1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是拜登在为自己对俄的错误政策辩护。Это чушь полная. Я думаю, что и президент Байден это понимает. Это просто н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н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н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не военного воевать со странами НАТО。普京这个表态呢，第一呢，就是对北约的成员国有一定的安抚作用，表示俄罗斯无意与北约的东翼或者北翼国家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表明，俄罗斯只有在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与北约实现这个关系的正常化。19号，在俄国防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谈到俄乌局势时，普京表示，在乌克兰、在欧洲、在美国，那些对俄罗斯有敌意的人想要谈判，那就谈吧。我们将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进行谈判。这不是普京第一次释放谈判信号。在11月举行的 G20 领导人视频峰会上，他就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必须考虑如何结束俄乌关系这场悲剧。
我认为呢，双方可能会在明年尝试的开启停火谈判，但是开启谈判本身呢，并不意味着武装冲突的终止。相反呢，它可能会处在一个边谈边打、边打边谈这样一个状态，未来还可能会持续几年。12月8号，普京宣布将参加明年3月的总统选举，寻求第5个总统任期，跟巴达营已故前任营长弗拉基米尔·佐加上校的父亲。此外，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评论指出，随着战事趋缓，俄罗斯国内的军事工业需求或将大幅下降，这可能放大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是否需要调整班底应对冲击，也是普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普京当选，俄罗斯将稳步地沿着普京路线走下去，保持着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如果普京连任，有利于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另一边，乌克兰原本也应在明年3月大选，但今年11月，乌克兰最高拉达各党派达成共识，战争结束前不进行总统选举，选举将推迟至战时状态结束6个月后再进行。外界普遍认为，泽连斯基的不选是为了保持战时国家稳定的无奈之举。也有观点认为，目前乌克兰国内经济压力增大，政府高层正在走向分裂，俄乌冲突2年，民调持续下滑，是他不选的原因。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美国支持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乌克兰国内出现明显裂痕，尤其是总统泽连斯基与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将军之间的摩擦已日益公开化。此前，现年50岁的扎卢日内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断言，战事已进入僵局。乌克兰在前线很可能不会有像去年那样深刻而漂亮的突破。随后，泽连斯基公开驳斥了这一说法，两人的紧张关系加剧。此后几周，乌国防部绕开了扎卢日内，更换了他领导的特种部队和医疗部队的指挥官。与此同时，乌克兰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和新一轮征兵带来的压力。据意大利共和国报报道称，欧盟和基辅的预测表明，乌克兰国库所剩的资金已不够该国未来3个月的使用了。乌克兰可能在2024年3月1号前破产。而12月19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年度记者会上表示，乌军领导人提议再征召45万至50万名士兵，但他尚未就这一非常敏感且代价高昂的问题做出决定。泽连斯基说，这样的征兵规模需要约135亿美元的资金，意味着每6名纳税人资助1名士兵。俄新社20号报道说，根据乌克兰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计算，新一轮动员将使乌克兰损失13%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减少近10%的就业人口。原定于明年3月举行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可能推迟。不过呢，围绕着这次大选，乌克兰政局好像又是暗流涌动，尤其是西方媒体也在炒作总统泽连斯基和总司令扎卢日内之间的矛盾。那么乌克兰国内政局目前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泽连斯基和扎卢日内，他们2个人这个主责的方向或者说主责的事务不一样。因为在这个乌克兰，我们说2014年之后，乌克兰进行了这个大范围的军改，他的这个军人主战这个文官呢就是主控，他控制整个军队。那么这个分工是很明确的。也就是说，乌克兰目前为止，就算是泽连斯基和扎卢日内，他俩个人之间出现比较大的矛盾，但是这绝不代表着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文官系统和他的这个军事精英，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军队出现了比较大的矛盾。我认为这个是没有一个直接关系的。泽连斯基在这些西方国家去拉支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乌克兰的部队用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些装备，用了我们这么多资源，你目前为止你总得交出来一份答卷，这个答卷是很重要的。所以2023年对于泽连斯基本人来讲，实际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年，所以他对这个2023年的夏季攻势实际上是抱了一个比较高的期待。但是呢，这个扎卢日内这方面呢，我们说他是一个军人，他主要就是负责军事作战，那么给他多少兵，给他多少资源，他就能给你打出什么样的仗来。那么所以呢，扎卢日内在有限的资源或者说有限的这样的条件之下去进行这个他军事方面的这个指挥，或者说完成他军事方面的这些任务。
他并不会过多的顾及泽连斯基在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考量。普京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也开始寻机，开始谈判？包括现在似乎俄罗斯也有这样的一种迹象啊。虽然俄罗斯呢好像多多少少还有一种挺矜持的感觉啊，就是谈到这个和谈的时候，他的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谈可以谈啊，但是这个事儿先要乌克兰去修改他的法律啊等等。我感觉俄罗斯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开始谈，当然他有他的谈的条件。您怎么看这种谈判的前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看法，我觉得俄罗斯最终是可以放弃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但是呢，恐怕顿巴斯是他一定要控制住的，因为这个地方跟他无论是从情感、文化、从渊源各个方面来讲都不一般。那现在说到普京想不想谈，其实普京肯定是想谈的，但是呢，现在谈不是普京能说了算的。关键是对方接不接招，比如说乌克兰同意吗？乌克兰宪法已经禁止跟普京谈了，还有美国会愿意跟普京谈吗？那普京现在呢，他释放出谈判的信号，其实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跟这个北约没有发生冲突的打算，他释放了很多看起来比较善意的信号。我觉得两个意思吧，一方面呢就是试探一下对方能不能接招。如果对方接招了，是不是就可以谈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释放善意的信号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对对方来说也是一个扰乱嘛。比如说，我释放出这么多信号，对方的社会内部会有一些不同意见，对吧？是不是会让他们自己人先乱起来啊？所以我觉得普京是两层意思都有。以什么为前提开始谈判？然后呢，就是谈判的这个作为起点的这个现状是定在什么地方？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呢？俄罗斯方面其实在整个对乌作战过程当中，对关于政治谈判的这个想法跟这个具体的设定，有过一些不同的表达跟不同的设定。最近的表达呢，还是集中在就是领土层面已经实际控制的这几块啊，包括经过宪法程序已经进入这个俄罗斯领土了，它是不会做本质的改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其余的乌克兰的部分的这个领土跟处于这个乌克兰某种程度上的战后的这个政府的控制的这些领土，这个政治实体啊要完全的这个所谓的去军事化，不再成为北约可能用来作为威胁俄罗斯的这个政治实体。那么但是当然可以演化出很多很具体的要求啊，驻军啊，是不是能够外国部队能不能进行军事演习啊，能够配备什么样的军事武器啊等等，这个可以演化出很多进一步谈判的条件。那还有就是演化出来对这个乌克兰境内可能的未来的这个俄族俄语的这个文化群体啊，是不是要给予特定的这个保护？当地时间12月22号，白宫发表声明称，拜登已签署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据法新社报道，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批准了欧洲威慑倡议2023财年的全部预算要求，并延长和修订了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该倡议允许拜登政府从制造商手中购买武器交付乌克兰，而非从五角大楼现存的武器储备中对乌提供军事援助。他还授权在2023财年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对乌提供8亿美元军援，比拜登政府最初的预算要求提高了5亿美元。不过，分析指出，这份法案看似对乌军援再加码，但主要还是聚焦在怎么花钱，并没有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要知道，美国原本承诺援助乌克兰的600亿美元，现在还卡在国会得不到批准。实际上，随着明年美国大选的临近，援乌问题已经连续几个月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争斗的焦点。美国共和党强硬派反复强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必须与改革美国移民政策捆绑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白宫必须说清楚，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援助都用在了哪儿，达到了什么目的？美国政府对俄乌冲突有没有一个靠谱的长期战略？而近期正值圣诞节假期，根据美国众议院公开的日程表显示，从当地时间12月15号开始，众议院开始
休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直到2024年1月9号。参议院将休至2024年1月8号。用共和党籍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的话说，欧盟对乌克兰的新援助已经推迟到明年再议。既然他们可以，我们当然也可以。对此，分析认为，在此情况下，如果国会两党将对乌援助相关谈判推迟至1月，可能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We need to ensure Putin continues to fail in Ukraine and Ukraine to succeed. And the best way for that to do that is to pass the supplemental. 承诺的援乌资金受阻，拜登在泽连斯基面前宣布的援乌额度只剩一个零头，2亿美元，甚至连他的画风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我们能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而在此前，拜登曾多次表示，乌克兰需要多久，我们就支持多久。没钱了怎么办？有报道称，美国政府将目光瞄向了俄罗斯央行存在美国和欧洲的3000多亿美元资产。12月21号，《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拜登政府已开始与盟国就使用被冻结的俄资产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一事进行紧急谈判。不过，报道同时认为，从另一个主权国家没收如此巨额资金将是史无前例的，这种行为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法律和经济后果。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虽然冻结俄罗斯资产是挤压其战争资金能力的好办法，欧盟可以利用持有这些资产所产生的暴利，这并不影响其基本所有权，但更进一步没收这些资产就跨越了底线。对此，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2月2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收和使用俄罗斯资产以及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对抗升级，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美国完全断绝关系。其实，近一段时间，美俄之间的火花并不少。就在白宫宣布拜登签署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同一天，他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加强美国对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的金融机构的制裁。有声音认为，拜登政府的这轮制裁可谓是煞费苦心，因为在近22个月的战斗中，俄罗斯损失了超过13000件装备，包括坦克、无人机和导弹系统。而有报道说，目前克里姆林宫正试图补充军火库。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该行政命令是在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第12轮制裁几天后签署的。欧盟的制裁包括数十家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关的公司和个人，对俄罗斯钻石的禁令，以及对每桶60美元的石油价格上限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不过，对于美欧的制裁效果，外界却并不看好。比如去年12月，欧盟就曾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然而，根据负责监测俄罗斯石油销售的基辅经济学院的评估，俄罗斯今年将从石油销售中赚取1780亿美元，明年还可能升至2000亿美元。虽然事实证明呢，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在西方的制裁面前表现了很强的韧性，顶住了西方制裁的冲击，但是美西方的政治精英啊，他们的学者呀，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个制裁虽然短期内，俄罗斯可以绕开，但是长期内还是让俄罗斯面临一个失去的状态。因此呢，美西方现阶段呢，还是会采取这个代理人战争加上经济制裁的这种方式去遏制俄罗斯。在影响俄乌局势走向的众多未知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正是2024年的美国大选。因为在俄乌问题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意见并不一致。共和党认为美国应该提前从俄乌冲突中抽身。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曾警告称，持续援乌可能将美国拖入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之间的第3次世界大战。他曾在竞选过程中表示，如果自己能够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将在24小时内令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称自己将把普京与泽连斯基召集到一起，但他拒绝说明将如何达成协议，称自己如果透露细节，就将失去所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分析认为，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即将力推的2024年总统候选人，实际上把控着美国对乌克兰的外援资金流向，因为共和党在美国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优势。其实，在11月时，泽连斯基团队内部就有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称，泽连斯基目前非常渴望直接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行谈判。2024年美国大选呢，是决定乌克兰危机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变量。如果说特朗普再次当选，那么美国很可能会大幅度的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并且呢会采取各种方式去把乌克兰拉上谈判桌，使得这个危机呢会告一段落。如果说是拜登呢继续连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见这个目前的这个危机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白宫当地时间12月22号发表声明说，拜登签署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我们也关注到法案批准了欧洲威胁倡议2023财年的全部预算要求，并且延长和修订了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该倡议允许拜登政府从制造商手中购买武器交付给乌克兰。那么，未来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够落到实处？对当前俄乌局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其实美国的盟友体系里面，以不同的方式想从这个某种程度上讲战争机器当中分一杯羹的这个国家有不少啊，波兰啊、韩国啊，在这里面其实是投注了很多关注力，甚至是希望借这个百年难遇的这个机会啊，重振自己在整个世界军工体系当中的作用。所以部分呢也取决于美国人有了这个拨了这个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及时的从自己的盟友当中啊，有效的购买到他希望购买到的武器，再顺利的递交给乌克兰。因为当时这个俄乌冲突爆发的非常突然，那么他这个从2022年开始，他实际上这个给乌克兰交付了绝大多数武器啊，很多都是从这个他的这个既有的就是美军的这个现役的这个储备，或者他从库存里面直接抽掉的，啊，有一些甚至是直接从现役的这个库存，也就是说美军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库存当中拿出来，那无非以前的这种可能快，但是呢可能量是有限的，但是这个从这个盟友这边能够大量的去购买，那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美国可能是做好了一个长期的去援助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准备。邵女士怎么看？这个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有决定性的或者有重大的意义吗？其实影响不是很大，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国会能不能把这个600多亿美元的援乌资金给批了，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你有了钱之后，你说你是用库存也好，还是买盟友的也好，还是美国军工企业自己生产也罢，反正是有钱就好办事儿嘛。现在是没有钱，所以这种所谓的援乌方式的转变，它的基础还是美国政府有钱能够支付这个账单。所以最终呢，这个球还是要踢到国会那边，国会能不能批？所以美国现在给乌克兰的援助可能已经或者很快就要耗尽了。美国国会到底能不能够给乌克兰批钱？本来呢，援乌在美国国内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实现在的争议点也不是援乌本身，而是呢，共和党就是把援乌的问题和加强所谓的边境安全捆绑在一起了。那这个事儿呢，其实又和大选联系在一起。那现在呢，共和党其实就是把援乌作为一个人质，来要求民主党在边境安全上做出让步。那民主党呢，为了保证自己的选票，就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呢做出妥协，所以双方其实也在谈。前一段时间呢说民主党已经准备做出一定的让步了，就是不知道这个让步能不能让共和党满意，因为党争，因为选举，然后让600多亿美元的援乌法案不能通过。那这个就意味着美国之前所有的援助1000多亿美元就打了水漂了，这个恐怕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损失。所以呢，这个钱是可以给的，但是前提是民主党可能要付出选举上的利益和代价。美国呢是想用俄乌冲突拖垮俄罗斯啊，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远远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反倒是呢自己也受到了拖累。美国呢现在是深陷巴以冲突，那么美国接下来到底要如何来处理俄乌冲突？美国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战略性的思考、战略性的考虑？
张先生？我个人的观察，好像这方面的战略性的思考，在美国的现在的政治版图里面，它越来越模糊。对于乌的援助本身，越来越多的被美国国内的这个国内政治所裹挟。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今年下半年开始，其实美国国内不断的发出这个希望乌克兰尽快考虑政治和谈的声音，其实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有一个全方位的提升的。那么做这一些声音的很多的智库，一些重要的外交领域的这个媒体出口，你去看，其实传统上是跟民主党关系更加密切，所以这里有很大的一个模糊跟含混的地方。所以我感觉受这个俄乌冲突2年持久的现状的这个刺激，再加上巴以冲突的现在的这个影响，又加上2024年马上是一个选举年，所以其实在对乌这个乌冲突这个问题上的这个长远清晰一致的战略，现在我感觉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混沌。其实恰恰是借着这个大选，各方不同力量在争取利用这个大选作为一个机会，要重塑美国目前的这个政治精英对俄乌冲突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的策略啊，所以可能明年关于这个问题上各种不同声音的交锋，在美国内政上会变得更加明显。